先来说说这个视频的想法是怎么来的。我最近这几天呢，一直都用手机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看书啊，比如说拍视频。虽然呢，我也会用 Kindle 看书，要是我用手机看的话，其实也是很方便的。所以呢，我就在想，我们的生活里啊，其实是不是不需要额外花钱再去买另外的替代品？比如说手机就可以看书啊，那为什么要去买 Kindle？又或者是手机就可以拍摄录视频，为什么我需要去买专业的相机呢？所以今天的视频呢，我来分享一些可替代的物品，并且有哪些是可以让你花少点钱也可以拥有一样的效果。那我今天对比的这些物品呢，都有优缺点，所以呢，这就是要看你怎么样去衡量它们。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哦。我们先从最常见的开始，比如用电子阅读器，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在手机或者 iPad 上下载读书的软件，而不是另外购买 Kindle 的电子阅读器？现在很多读书的软件已经可以为我们提供大量的书籍库，基本上你想要看书的话，都能通过在一个软件上找到，这样你可以随时随地拿出手机来看书，去消耗你的时间。那用手机看书的两个缺点呢，第一个就是太耗电了，第二点呢就是非常的伤眼睛。Kindle 相对来说呢，伤害会比较小，就算你看一整天的书，眼睛也不会感觉到不舒服。缺点就是，假如你要带它出门呢，就需要额外大一点的包包来装它，而且呢，它也不是像手机那样方便，你想读你就能读。最近外出要拍视频的话，大多数我都是选择用手机录音，原因就是很简单，就是非常的方便，而且很适合我这样社恐的人士。我发现，如果是外出旅游或者去一些不太方便身上带太多东西的话，手机无疑是我们唯一的选择性。而且随着手机每年都在更新，相机的性能啊、像素啊都在逐渐的提升。我自己近来也有反思，是不是不太需要相机了？虽然我有相机，但在使用上呢，我也不会像专业的大神那样会调色啊、调参数啊之类的。而且呢，重量体积都比手机要重。除了我手上这台佳能的 M50，在它之前呢，我也拥有过2台佳能手机，后来都因为使用率低、体积重，拍出来的效果不是我想要的，都被我卖了出去。通常我们在选择一台相机的时候，我们要求它有高像素啊、高性能啊，甚至是镜头也要非常的高级。但是当我们买回来之后，这些所谓的高级功能呢，又不会经常用到，除非你是专业摄影人士，可以当我没说。前段时间呢，我突然迷上了胶卷风的照片，因为正儿八经的胶卷相机实在是太贵了，买不起啊，所以呢，我就买过那种一次性的胶卷相机来玩，就是洗一次胶卷大概要20来块。那如果我要选择继续玩胶卷的话，我可以选择继续买一次性的相机，或者买那种胶片相机，每次你只需要换一个新的胶卷，又或者买不需要的胶卷就可以导入手机里面的相机。比如很火的那个富士相机。然后呢，前几天啊，我发现手机上有很多的滤镜 APP 就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有些胶片的 APP 是免费的，有些呢则需要付钱。但是你付的钱呢，远远比你买真正的相机来的要划算许多，而且呢，也有超级多的滤镜选择。我用 APP 拍出来的效果呢，我发到网上，别人也会误以为是相机拍出来的。也许很多人买胶片相机呢，是为了喜欢那些照片拍出来的氛围感，也有可能是为了相机的颜值。但是，是否我们可以用几秒钟的时间问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需要它？我相信大多数人呢是不太会用到读稿机的，除了你要拍视频、网上演讲或者是直播的话，有个读稿机会让你的思路更加的清晰，咬字更加的清楚。这么久我拍视频以来呢，一直都是用读稿机。我觉得我自己的口音实在是有的时候会说错字，或者是咬字不太清楚，又或者是我脑子想的一个字，但是呢用中文是没有办法表达出来，所以我基本上都是会提前写稿。读稿机呢其实也不便宜，好一点的可能要几百块。当然你也可以用电脑或者是平板，就放在你的相机面前，这样的话你的眼神没有办法直视前面的屏幕，你的眼神就一直往下看、往上看，或者是往左往右看。
你们现在看的这个视频呢，是我用手机录视频，所以呢，我也在手机上装了一个免费的读稿 APP，不仅可以调文字的速度以及大小，还可以开美颜，以及能 AI 阅读跟随，就是你讲到哪，文字就会滚到那一行。另外一点呢，也是我深有体会的，就是搬家的时候啊，读稿机根本就是搬不走。而且还是我优先考虑会扔掉的物品。我自己呢是拥有过拍立得和相片打印机，我拥有2个不同的相片打印机，一个是佳能的，真的是那种正常尺寸的相片打印出来，你可以贴在墙上，或者是放在一个相册里面的。还有另外一个打印机呢，就是拍立得打印机，这个就是你拍完之后，它不会立刻就出片，你可以自己调一些滤镜啊，调一些好看的装饰，然后打印出来。但是它的打印效果呢，往往没有比正儿八经的那个拍立得拍出来的要好。如果你是用拍立得打印机的话，它出来的那个胶片感是非常非常的差。总之呢，后来我是把这2台打印机给卖掉了。我还是喜欢用拍立得，我喜欢它当下拍出来的那个瞬间，不管照片好看还是不好看，我就是喜欢被拍下来的那一刻。那相片打印机呢，是可以连接你的手机，然后从中把照片打印出来。虽然拍立得相机也可以立刻出片，但是相纸一盒价格比较贵。好处就是拍立得通常更加的便携啊，适合旅游，你还可以把照片分享给朋友们。那我们再来说说相片打印机的好处呢，就是可以节省相纸成本，而且相片的损坏率也非常的低，通常是你选好一张照片之后才打印出来的。但是这样就少了一些乐趣，少了一些神秘感。总之呢，相片打印机的好处就是省钱，然后如果你想打印大量的照片的话，我觉得相片打印机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假如你是一个运动人士，去健身房开每月会员呢，可能是一个非常贵的，并且非常不必要的开销。现在的健身房月费甚至是年费啊都不便宜。相反，你可以考虑在家里运动，就是下载运动 APP 跟着锻炼，或者是跟着某些明星的直播来锻炼。那这样的运动 APP 呢，平台呢都会提供各种锻炼计划，你还可以根据你自己的时间啊和需求，比如说你想要锻炼哪个部位呀，然后他们再进行一个制定计划。我个人觉得这样的运动软件呢是教练和健身房的合体，你家呢就是健身房，然后运动平台呢相当于就是一个教练。那健身房呢其实也有优点，比如说它提供了更多的专业锻炼器材，也有更专业的教练来给你指点。假如你在家里自己练的话，有些动作做的不标准，有可能会伤到。如果你想省钱，并且喜欢在家锻炼的灵活度，那使用运动 APP 可能是更加的选择。但如果你是一个社牛的话，喜欢出去跟人家交谈啊，然后去认识不同的人，那可能健身房也是一个社交的好去处。如果你是喜欢看书，但是不喜欢读电子书，喜欢纸质书的手感以及翻页的那个质感，还有它的那个书本的味道，你的家里书柜里一定有很多书吧？那既然买新书，为什么不考虑买二手书，或者是从图书馆里借呢？如果是借书的话，只要在图书馆里办张卡就能开始借书，整个过程呢都是免费的。借书的好处呢就是省钱省空间，你看完一本书之后呢，你就可以拿去退，能减少家里空间的存放量。如果你是有收藏书的爱好，比如因为它的版本呐，或者是好看的封面，因为我发现很多书它在不同国家出版的那个版本的封面是不太一样的。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借书可能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值得去考虑的选择。那买二手书呢，其实也是另外一个选择，让你以低价的价格买到你喜欢的书。而且有些二手书呢也是被前主人保管得很好，你基本上买回来就跟全新的一样。而且现在很多二手书呢都有一些已经找不到的书，如果你是去那种专门的二手店去看的话，有些书要么就是已经下架，或者要么就不再出版了。所以二手书店也有很多是保障书吧。
我明白书对每个人的意义都不一样，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对书的占有权不是很大的话，那么借书或者购买二手书是个既省钱又实用的选择。好了，那这就是今天以上所有的内容，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如果喜欢的话，不要忘记1键3连。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